果说有在吃抗生素啊，那他在补充益生菌上面，他大概要补充多少量的益生菌？以症状来讲的话，至少三高的部分，在一些临床研究是有发现补充让总胆固醇以及这个坏的胆固醇这些数值有降低了。现在这个癌症的好发率很高嘛，它跟益生菌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补充益生菌呢，其实最近是食安问题嘛，平常有在使用益生菌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预防？我想这个。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uranda 优姐。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林阳朝医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阳朝医师。林医师，像你在临床哦，你观察到的病人啊，是不是都有哪些问题是经常？你都会给他开这个益生菌一起去辅助治疗的。其实肠胃科的门诊的病人其实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他可能就是有肠燥症的状况时常腹泻、拉肚子、胀气。他自己觉得消化不良，那他就会想要寻求，医生，我吃益生菌会不会有改善？那当然我们就会跟他讲，这个益生菌的研究，它对于你肠道的环境，对你肠道的酸碱值都有帮助，它可以降低我们肠道的发炎的状况。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你服用一些益生菌，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一些比如说很厉害的莫名其妙的腹泻，如果是跟抗生素有关的这些腹泻，比如说他去拔牙需要吃抗生素嘛，甚至有些是因为胃溃疡，然后他因为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我们开给他一些抗生素的杀菌疗法之后，结果他发现了腹胀腹痛，甚至拉肚子。这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怀疑，就是说，因为抗生素会对于肠道菌落产生破坏。好菌坏菌可能都会被杀死嘛。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主动的建议说，你可以补充一下益生菌。如果家里有益生菌，就赶快补充益生菌。如果没有益生菌，你也可以喝优酪乳。或怎么样。这些族群我们大概都会跟他建议要补充好菌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在吃抗生素那他在补充益生菌上面，他大概要补充多少量的益生菌？那他大概要吃多久？其实如果以症状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我们至少会开1个礼拜的益生菌给他，至少1个礼拜了。然后他回去吃，可能觉得效果不错下个礼拜来，他可能说，医生我感觉不错了那可不可以再开一个有多一点？那当然可以啊，因为益生菌目前在医院益生菌都是自费的一个营养补充品啦。所以当他吃了有感，觉得是正面的，他其实会主动的要求说，我要不要可以再多补充？那事实上，益生菌的补充大概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了反而就是说持续的一些补充益生菌其实是对肠道的健康是有正面的帮助，这样子。那像脂肪肝或者是有三高的人，他吃益生菌有没有帮助？三高的部分，在一些临床研究是有发现，补充益生菌可以让收缩压降低，让总胆固醇以及这个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的这些数值有降低了，这在临床研究是有发现这样子。那脂肪肝的部分，目前有一些研究正在进行，要再等一等，看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报告出来。那这个益生菌有没有某一天它就可以发挥像药一样的功能？我想未来益生菌的发展一定是朝向药物，它有明确的疗效，某一株菌株。我们给它多少的数量，它就是针对某一个医疗上的状况。它可能这个是针对你的这个忧郁它是针对你的脂肪肝，你刚才提到脂肪肝，甚至有一些发炎性的溃疡性的肠炎也好，甚至
我们一些退化性的神经疾病、阿兹海默症等等，其实很多的益生菌未来发展的潜力跟方向，应该就是朝向疗效明确化，还有要往药品疗效这方面去发展。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癌症的好发率很高嘛，那像大肠癌啊、肝癌啊、胰脏癌啊、胆管癌这一类属于消化道的癌症，它跟益生菌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益生菌可不可以帮到他们？有一些免疫疗法，这也曾经发表过论文啊，就是说在接受免疫疗法的病人身上，我们发现到有一些对免疫疗法反应很好的病人，他跟那些反应不好的病人身上的菌落，它的菌相比较起来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的菌相的好坏，其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接受癌症免疫疗法这方面的疗效，也是会有差异的。那一般像一些去做化疗啊，或放射性疗法，他可能做完他就吃不下饭啊，不舒服，这样可以吃益生菌吗？这个其实会有一些必须考量的啦，因为益生菌的补充，当然我刚才讲的都是针对一般族群，有一些特殊族群，尤其是免疫力下降的族群，就像化疗之后，你可能是免疫处于低下，你可能白血球不到1000颗，你可能处于一个极度衰弱的状况，这时候你补充益生菌，其实可能是有危险的，可能反而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一些重症加护单位，有一些开很大刀的人啦，他其实也用了很多抗生素在治疗，他也有腹泻，我们被召会去看能不能使用益生菌，我们会检查他到底有没有免疫，他是不是属于一个重度疾病，他是不是免疫非常不好的状况。如果免疫真的有问题的人，其实不一定是适合来服用益生菌。当然，如果一个癌症病人在恢复期，他没有这个问题，那他只是说经常性消化不良会有腹泻，这时候来补充益生菌呢，其实是可以的。那当然，我建议这一类的族群在补充之前，可能要请教一下医师，会比较安全一点。很多人呢，他可能有一些慢性病，还有在同时吃很多不同的药物，那他又想要吃益生菌保养他的肠道，那他服用这个药物跟吃益生菌的时间要怎么样的去调整跟搭配？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啦，比如说你的高血压药通常是饭后吃嘛，那你的血糖药可能要饭前吃，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固定。那你的益生菌什么时候吃？原则上有些我们看包装上，它可能会建议你饭前吃。为什么？因为饭前胃酸比较低啦。有些益生菌产品它对耐胃酸的这个保护力没有那么好，它就建议你要饭前吃，会有比较好的益生菌的定植力啦哈。所以这两个怎么吃，其实并没有说会互相影响。那我就觉得你就按照医嘱。那你的益生菌，你可能看它包装，它建议你什么时候吃，你就什么时候吃，其实是可以的。因为经常有人问说，我都找不到时间吃益生菌。不会啦，因为益生菌基本上它是食品嘛，那它本身也没有太多会影响药物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关系。所以也是很安全的哦。对。那如果说是吃中药呢？中药跟益生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中药其实是很复杂的一种药嘛，因为西药是提炼过、是精制过的，那中药吃的是一个植物体，它吃的是全体，它有太多的不可知的微量元素，一些很细微，甚至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的一些有效成分也好了哈。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那你就隔30分钟了。隔30分钟。最近是食安问题嘛，很多人就说吃到一些不好的那种添加剂啊，或等等的。那如果说平常有在使用益生菌的话，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预防？
我们平常去补充益生菌，就好像你穿个防护衣了哈，防护罩。那当然一些严重的食安问题，像你遇到这种像邦克列酸哈，邦克列酸这么严重的，或者是一些食物中毒，可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或者是大肠杆菌这一种毒性很强的细菌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会发生这个不好的肠胃道的急性肠炎、上吐下泻、发烧，甚至要送急诊。我想这个还是程度上的差异啦哈。平常的保健，我觉得是一个基本功，但是你遭遇到这么强烈的一些病毒、细菌的攻击，它还是没有办法了。不过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常的保健的作为，就是说平常还是可以持续的吃。平常吃当然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当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尽快就医，这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到现场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多肠道健康还有益生菌的讯息。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并请持续关注我们太阳星的网站。那想要收到更多的健康讯息的，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下次见，拜拜。